没学过基础的人，他都有创作的这个权利，甚至于我跟你说，都有很大的希望能创作出好作品。大家统一好作品质量，一起交货呢，用流水线工程，就是说你画底色，他画花，他画花瓶。院校毕业的来了以后，你坚持画原创，那肯定是没饭吃，房子你都租不起。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军。今天呢，是我们新一期的为大家制造深圳油画村。那可能有人好奇啊，油画不应该是艺术创作吗？那和制造有什么关系呢？然而呢，这就是中国制造业令人惊讶的地方，油画呢也可以流水线批量化的生产。我们现在在深圳一个叫大芬村的一个地方，这个村子呢，几乎包办了全球70%以上的手工油画，被誉为是中国的梵高村。那据说在90年代的时候啊，这边都已经是形成了一个绘画的一个基地了啊，被称为绘画工厂。然后据说每年能够产值2-3千万，一年可以画上百万张画，全部是人手工画的。那这个地方呢很有意思，就是呢，它很多并不是真的是画画出身的一些画家，而是很多呢都是像工人一样啊，把画画当做一种职业，当做一种工作啊，学习画画，然后临摹。整个村子呢，据说有8000多的画工，然后有300多家电商，所以基本上是覆盖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这种手工绘画，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市场。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来探秘一下。就是之前我们看那个有一个纪录片，拍中国梵高。91年那年在深圳大芬很多人画画的，我也想来。因为我现在要出去也没办法。出去了？你多久回来呀？可以拍一下你的画吗？有点就是我画的，这是单幅是4到这一幅是4到5K 之间。你八应该画了多少年？30年了。这个纪录片对你们影响大不大？还算可以，有了知名度，有了热度，其实我们的原创作品会更让人家去有人接受发现，对，包括人家会去关注。那么其实就不完全是在看我们的一些临摹作品。你爸最开始也都是开始临摹梵高的画。早期是因为大部分的油画村是为了承接海外订单所成立的一个油画工厂。我父亲他当时也是早期下来学画画，从老家下来。我们是潮汕人，然后我们下来学画画完了以后，我父亲算是比较早接触梵高的画，他也喜欢，觉得这种笔触很狂野。到后面刚刚好有一些梵高的订单各方面呢，他就作为师兄去带领他们去画，因为每个人的水平功底都不一样。那么其实要怎么样才能大家统一好作品质量，一起交货呢？用流水线工程，就是说你画底色，他画花，他画花瓶，然后最后由大师兄统一来整改啊，怎么样？这样就能保证一样的质量。你爸就负责是最后的那个把关的那个人。可以这样说，他负责把关。对，这张是不卖的。不卖的。对，是被新加坡中央美术馆收藏的。疫情问题就一直没寄过去。我画是那边的签约画家嘛。你好，可以参观一下您画画吗？哎，你好。你什么时候开始来这边画画的？我来了10多年了。10多年，那就是很早一批了。很早，我以前是在那个东莞那个00几年的时候画那个海报，那个时候00几年的时候，那个录像厅那个我知道，录像厅门口要画出来，然后告诉大家今天播什么电影哈。啊，对。爸爸，我的儿子。哎呀，儿子对。全家都在这边住。啊，对。就是画画了，就是说你最终目的是啥呢？你要就是说抱着就是我往艺术方面走，你不能说我就是画画就是赚了钱就是生存呀，那是不行了。啊，你要学艺术，你像我这都是创作了嘛。一般画画他不会画这个，不会画市场的。您这个要卖多少钱？这个差不多要10万左右吧。10万。那现在你卖画这个职业能够支撑你们日常生活没打家人？这个没问题吧？还没问题。那挺好的。这样画多少钱？这个200块。200块。
你这边都是自己画的吗？还是说？都是我画的。都是你画的。自己画，自己创作，自己画。您在这边画多久了？我这画了快20年了。这边应该大部分都外地人吧？对，大多数都外地。现在生意差些。现在生意差。对，我们都说自己创作自己画，然后他国外的有艺术机构跟我们有长期合作，他下订单。所谓艺术，它是要有思想性的自己创作，由内而外的创作。你有个东西，你光靠那临摹照葫芦画，那叫绘画水平，它不是创作。给钱就画嘛，给钱我一身的劲，我天天都能画。给钱我啥都不想想，是吧？对不对？那钱给他画一卖了，然后我有个2杯酒一喝，我画的好得很，对不对？啊，灵感也出来了。哎，对，那不叫灵感，那就是快活劲上来了。刚回家真能掏钱给老婆了，是不是？过日子了嘛，是不是？啊，讲实际的是吧？你们这边是做原创的吗？哦，感觉你们挺年轻的。你们在这边做了多久了？我们在这里做了8个月。其实大部分有很多人做原创，我知道。很小，那么声音很小。那我们其实之前有个大分的一个纪录片，其实我们不希望就是我们传递出来的是那个样子。他把这个侧面放大，只是单独的去讲这个侧面，但其实让大家都误导大家以为说大分是这样一个地方，他没有公正客观的去看待整个大分。哪都可以录到猫，哎，这个小猫好瘦啊！我是九几年就来深圳的，然后就开始画画了，就画商品画。20岁那时候全部画出口的，就全部做出口做订单了。后来画了之后就交给那个香港。他们那些洋行接过来的单之后，就我们去跟他那里接单，做完就。那时候画一幅画能赚多少钱？几十块。90几年。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画画一天也能赚100多块钱。你好像辛辛苦苦画一幅原创，而我临摹一幅画300块，然后你画一幅原创也卖300块，那你还去画原创吗？心里不舒服啊。但是买的人呢？他不觉得你是原创，看不懂啊，反正我就买一幅回家里挂而已嘛，我也不是说我要买来收藏的。院校毕业的来了以后，你坚持画原创，那肯定是没饭吃，房子你都租不起。人家画临摹一天可以画2张、3张，甚至5、6张，那你画原创你能吗？你有这个可能吗？你不可能嘛，对不对？是很现实的。你来了，你要吃饭，要租房，要其他生活上的费用都要吧？对，这个不可能缺的嘛。但是我就坚持画原创，画完以后，好，你拿到下面画廊去卖给这些开店的，我100块跟你收了，200块跟你收了，那你给不给？你不给，我明天没饭吃。所以逼着这些人也去画临摹。所以很多原来院校的毕业生来了以后，基本3个月没过3个月就走掉。现实是很残酷的，你无法，凭你理想的，要画一个100米长卷。100米哦，好，那边在卷着呢，后面还有呢。对，他这个1张在这。甚至有一个老板，他说后面说要订2幅画，临摹的，他说能不能叫那个画画的，来聊天聊一下。我很直截了当，我就问他你2幅画要跟人家多少钱？画画的一般现在一天可能花个1000块，1000多，那这样他在这里陪你聊1个下午，然后你2幅画，等一下给人家几百块。那人家怎么有时间来陪你聊1个下午呢？对不对？是的，这很正常的。对，很现实的。现在大部分很多原来画商品画那些就没转型的，然后又没赚到，因为画画本身就赚不到什么钱的。你如果说光靠画商品画一天赚点钱的话你想在这里买房子啊什么什么的，那都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出现问题就在哪里呢？有一些结婚然后生了小孩以后，他又不是深圳户口，在深圳又没房子，所以就出现一个小孩要上学，积分不够，公立上不了，反而是这些没钱的人要去上私立交学费。但是深圳现在也是在大力的在解决这个问题，不断的在扩建学校，
但是毕竟深圳的外来人口太多，那你不可能说打工在这里画画，把小孩扔到老家去，这不现实啊。所以现在有很多画画的出现什么情况呢？回老家，一家人回去，然后呢，在这边联系几家画廊快递，我们把画布寄过去给他，他画完了之后把画寄过来给我们微信转账，他们就解决一个其实就是住房啊、生活啊、小孩上学啊很多问题。其实大问题都解决了。对呀、画画的画室，住跟画，客厅是画画，房间是住人，条件是很差的。其实他们家里，你说像样的家具可能一件都没有。我以前经过就是这样的。我以前90年代啊，那时候我们其实画画的还挺有钱的，但是就是舍不得买，因为这个家毕竟这套房子毕竟是租的，你就觉得我可能下个月就搬走。一个台子用那个油画颜料的白色桶，2个桶叠起来放4个桶，然后一块板一放上去，桌子有了。这是餐桌。所以我老婆现在还经常有时候聊天，一聊到原来跟她结婚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他住的是什么？就一个白色桶。你看，蔡老师就是个成功典范。你现在房子也买了，小孩上大学，你现在你这生活就这个奋斗史这个。不罚你永远是下三滥，还想成全？做梦！没错，你明白，老师是不成全，你是这个小女孩。哇，这个太帅了！哇，这已经不是画了，积木。门口那个太牛逼了，那个多少钱？这个12000。就是这个小丑的电影，就是现在我做成这样的话是2次创作这样。哦，这个帅，太帅了。每个人身上有一块这种立体的，这个多少钱呢？那个现在的话可以在8000可以。就像这些的话，就是说人家一些国外的客户都订的。国外的客户订的。这幅画最后能卖多少钱？这个接的时候是5000多。这边租一个门市贵吗？要8000块钱。1个月。8000块钱，当然对我们做画做原创的话，一般卖1张就抵个租金就够了。对，1个月感觉你们这种平均下来收入怎么样？按现在行情的话，就几万块钱。当然，如果说以前呢，就没有疫情啊这种影响的话，一般行情好可以做到几10万都有了。哇，那挺不错的。就是哇，我自己就初中没毕业，然后就那你很牛逼啊！我靠，就是天分吧，就喜欢画画。我们通过随机走访大芬村的画廊啊、画家的工作坊啊，以及年轻人呢成立一些独立的工作室，那对大芬村的油画产业呢有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了解。来，屏幕前有学画画的小可爱，来扣个1啊！不知道你们看完这些视频以后是什么感受啊？但作为一个完全不懂艺术、不懂绘画，也没有学过画的人，那听到一些老板说啊，那只能画一些什么复制画。画些原创呢，可能连房租都交不起。那如果说靠画画买房买车，那肯定是很难了。所以你听起来感觉还是蛮心酸的。客观来讲呢，大芬村这些绘画的作品呢，远远算不上艺术创作。但是就这些高仿的向日葵啊、麦田呀、星空啊，却满足了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对艺术的追求和向往。那整个走访让我特别意外和惊喜的是啊，就是大芬村很多呢都是一些农村来务工的，大家根本没有学过一些画画的技巧，那更没有一些所谓的艺术的一些培养。但是呢，他们在画了这么多年的一些复制画之后呢，开始慢慢的有了一些艺术的追求。开始呢做一些自己的原创画，甚至啊有一些优秀的原创作品呢已经被国内外的艺术馆呢收藏了。那原创这条路呢，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走完。在我看来啊，最重要的第一步呢，就是你有勇气迈出去，那未来呢就有无限的可能。那本期纪录片呢，我们还特别联系了北京的一个画家和中央美术学院啊研山的一位油画专业的同学，来我们就跟他们聊一聊。我们现在在燕郊啊，然后今天呢，我要来跟我一个很多年前的一个老朋友，他也是一个画家。来跟他聊一聊。我当时刚去画水墨的时候，就是从荷花开始，
我的荷花是属于卖的最多的。这是我一个朋友，二手玫瑰，梁龙嘛。对，这是他在直播的时候，他会给自己化妆嘛。这是我画的一个老狼。比如说您的画定价是怎么定价？最开始是自己定，客户能接受，接受以后呢，有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成交的记录，我就维护住自己的这个定价。就是在没有订单的情况下，你画出一批画出来，等着去销售的时候，这个一是很被动，第二个吧，你自己很容易受伤的，你会有的时候会容易自我怀疑的。你过于相信自己的眼光了，你去看啊，现在这个趋势，这个流行，现在流行有什么样风格的画，然后你就开始盲目的去画出一批出来，然后你去等待销售，不理智。然后我去画画的时候，可能都是别人已经提好要求了，我要画一张什么样的画。其实这张画在我动笔之前，它已经是有买家有买主。我还有一个画家，我的一个大哥，我们那时候聊天，他跟我讲，我挺开心。我告诉他，我说刘哥，我说我卖画了啊，又卖了几张。我说兄弟，你好好卖吧，这个画啊卖出去才是你的。我当时听完这句话以后，我理解了好长一段时间。我说怎么就卖出去还是我的，钱是我的了，那画早成别人的了，怎么理解这个意思？后来真的慢慢我不知道我的理解跟他说出那个本意一不一样，我不知道。但我理解就是，你创造出来这个东西走出去，到别人家里面，这个画的生命力才真正开始。在前不久吧，有一个大连的一个大概22、23岁一个男孩到我画室聊过几次，有点迷茫，说实话，就是觉得我画画以后我怎么办？我毕业以后，我就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为出路？我说你现在给自己做定位有点为时过早，因为你还没走到那一步。但是我现在能给你一个最好的建议是，我说你现在就要开始创作了，你现在就开始要积累作品了，你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立创作人，你要去画想法了。我说学画跟创作它完全就应该是同步进行的，它不应该是我先学好了以后我再去创作，没这个标准，甚至没学过基础的人。他都有创作的这个权利，甚至于我跟你说，都有很大的希望能创作出好作品。我们现在来到呢北京的宋庄啊，宋庄呢是北京现在应该算是最大的一个艺术家的聚集地了。我们现在来到了美术馆，我们进去参观一下吧，好吧？冯国东的作品，哇，这1978年的，这都是一些老作品了。1980几年的，83年，这都比我年龄还大了。现在大晚上我们要来师闯中央美术学院创作课谢绝参观。今天偷学你们东西。哇，比较乱，但是因为画比较大，所以就比较挤。就美院毕业，就是就业最多的方向就是当老师。当老师，对，就走这条路的比较多吧。啊，就比如说去那个高中当教师的话，他可能会解决一些，比如说户口啊、编制啊、五险一金呐。当老师一般应该赚不了多少钱吧？老师赚的也挺多的，有一些那个学长自己开画室教那个。那不会觉得亏吗？哇，我美院出来的最后。但是挣钱啊，但是真的挣钱呢，就这种。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去那个博物馆、美术馆，然后故宫，就这些。去干嘛？去做也是相关行业呗，也是相关，就是跟绘画呀，或者说跟雕塑啊等等相关的一些。然后还有一些搞文案策展的也有，肯定是有一部分他不会说是完全是就是做绘画了，就相关的一些。对，他就是一些相关从业者了。一个美院刚毕业的学生出去是可以自己完全靠卖画为生的吗？这种？如果签约画廊的话，问题应该不大。如果不签约画廊，其实如果要是有那种固定的买家，也问题不大。那一般刚毕业的学生啊，靠画画也好，或者相关工作也好，是一般大家能够赚到多少钱？都不太一样，反正几万吗？还是几千？月入几万差不多。存在问题，比如说像租工作室啊，就这个它花销也比较大，就要租工，对，成本还有买材料啊，就这些东西，它还是要有一个成本在的。但月入几万是比较正常的。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本期的为大家知道全部内容了啊。毕竟我也不是一个很懂艺术的啊，所以不知道拍的大家满不满意啊。希望家人们给我们一键3连，这样我们有动力拍更多纪录片啊。感谢。